又要来泡苹果的东西，没有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要把我的键盘换掉了，然后我现在本来在用的是这个苹果新出的这个键盘，那我用一阵子了，大概来分享一下我长期的感想，然后为什么我要把它换掉。OK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键盘吗？苹果的键盘。对啊，那这个是苹果好像出没多久吧，不到1年嘛，前阵子出了，就是他们先前配着 iMac 一起出的那一系列的键盘。那上面我觉得唯一的亮点就是它有这个指纹解锁的地方，这个 Touch ID 的地方在这边。那其他的话，这个键盘我记得价钱好像4290，有点贵。你觉得有点贵哦？我当初买我也觉得很贵，可是我就是因为苹果终于出一个新键盘，然后上面也有 Touch ID 这个解锁，所以我就想买来用。而且它很美。对，它很漂亮，就反正摆在桌上跟苹果就是摆起来就很漂亮。然后同时我还买了它的轨迹板，那轨迹板我还是会继续用，因为我很喜欢用苹果的轨迹板。可是这个键盘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。OK， 那首先它的价钱4290，那它在我一开始使用的几个月里面，我后来发现应该是软体资源的问题，它一直有一些键会出一些问题，你明明没有按或明明没有看到它没有任何卡住，它就会卡住，然后让其他按键都不能用，然后就会一直按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有时候可能是空白键，有时候是可能什么键就会一直乱跳。然后那一阵子用的算蛮心烦的，然后你就要把它重新连接啊什么，然后这个才会好。可是后来软体更新几次之后，那个问题解决了。可是我觉得一个那么贵的键盘，然后又是本来你们生态链系统里面的，就不太应该碰到这种问题啦。然后它整体的话，我觉得设计是非常简单轻薄，后面就有一个这个开机关机的这个钮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还有它的充电孔。那第一个我要抱怨的地方，我刚讲了嘛，就是它的一开始几个月在使用下有一些软体资源的问题。那第二个我要抱怨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充电孔还是用 Lightning 的接口。那我觉得苹果的思维可能是说，你可能有一台 Mac 或者什么，你可能另外一个在用来充电的线，可能就是你的 iPhone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对啊，很合理嘛，你就拿那个线拿来插在这边，然后用来充电。可是我觉得很多比较真的还在用电脑人、专业使用者来讲，很多时候我觉得你身边可能有多余的充电线都不一定是 Lightning 的线，你可能正在充你的手机，那你可能旁边有的线可能是 USB Type C 的线，我觉得那个会是以现在这时代来讲比较合理、比较多人使用的方式。那第三个我要抱怨的点就是它的按键真的也不是非常好按，怎么讲？它的这个那什么键程啊是没有非常的长，然后整个按压感也不是很好。那在打字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好打。那用这个键盘之前，我用的是另一款罗技的，可我后来给我小孩用，可是我觉得相对起来，我觉得那一款好打很多。你要不要按一看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比 MacBook 好一点点，就比 MacBook 好一点点，对啊。可是这个4290。那再来另外一点，我要抱怨就是它没有背光，有时候在按的时候，你就可能突然要按一个什么，就没有办法，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背光。那在没有背光的情况下呢，它里面的电池续航力也不算是非常长，我记得不到1个月就要充电一次，所以呢，用到现在我就真的有点受不了，就想把它换掉。那我现在就换了一个新的键盘，我们来开箱给大家看。OK， 那我后来选的就是这个罗技的 MX Keys Mini。那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整个比如说宽度啊、大小什么，跟现在苹果这一款算是非常的接近。那它在按钮的部分，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啊。那里面还有应该就是充电线嘛。那里面充电线是A to C 的。现在好像很多人还是都送 A to C 的齁。好像不管行动电源或什么，他们目前送的主流的线都还是 A to C。OK， 那这也没有什么差，反正我身边 C to C 的线非常多，这可能也不会用。好，那里面大致上就是这样，那把它放旁边。那这两个我们来大小做个比较，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差多少。那罗技这个稍微大一点，然后重量也重了不少，所以在桌上会比较稳一点。那你看它这个隆起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苹果的，因为先前太平，所以我下面另外再去贴一块这些东西，把它架一个比较高的角度，比较好打字。那罗技这个本身就是差不多是我调整过后的角度，然后它有没有可以调高度的地方？没有。那这个就是它唯一可以选择的这个斜度。那另外它后面也是一样有一个开关的键。然后，可是它充电孔是 Type C 的孔。
那我觉得它重量感觉起来，蛮多部分是在电池的地方。那我选这一款是因为他说，如果你在一般如果有开背光的情况下，好像是电池可以撑到10天多、10几天以上。可是你如果把背光关掉的话，是5个月。所以当然这一点我们要来再测试看看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撑那么久。可是以我先前使用罗技的经验来讲，他们讲的电池续航力都还算蛮不会夸大的。OK， 那我来打打看。哦，真的就是好打很多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个键盘的设计，它多了这个键程是比较远一点。对，远不少，然后它又多了这个凹槽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在你平常在打字的时候，比较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个键跟每个键之间的差别跟距离。OK， 然后它一样是可以配对3个装置嘛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它上面这个钮去切换你现在配对的装置。所以如果说你有 iPad 啊，或者你有 Mac 2个同时要交叉使用的时候，或者甚至是我可能在办公室有一个电脑，或家里有另外一个电脑，我想要用同个键盘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直接这样配对好，然后带到哪里就直接切换就好。OK， 那其他功能性的部分其实就差不多了，都大同小异。我觉得键盘就是这样。罗技呢，他们最近其实推出了一整系列的算是机械式的键盘，那台湾目前还没有。那我个人是蛮期待去测试他们那一系列的机械式键盘。我觉得现在罗技加入这一块市场，我觉得不管可能在相容性上面啊，或售后服务保护上面，我就觉得可能我要去尝试使用这一类键盘的时候，可能就会稍微放心一点啦。那你上次有提到机械式键盘嘛？对。他们好像一样也有3个不一样敲击的触感跟声音可以选择。那不管怎样，那个可能就等台湾有之后，我可能再开箱给大家看。那现在我就是先换成这款键盘咯。OK。好，那今天就是速开箱这个罗技的 MX Keys Mini 给大家看一下。那目前其实一上手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质感蛮好的。OK， 那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咯。那今天速开箱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店，我们下次面见，拜。Get up, nah, I ain't a quitter. Toss me the ball, I'm a really big hitter. Big picture, I'm a straight killer.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. Got juice, got gas, I'ma move fast. New shoes, new tracks, like who's that?